各位好，欢迎回来，我是 Spec。之前做了2期关于隐私下面的跟踪的节目啊，目前看来呢，大家的评论的反馈还是挺好的。对了，我要注意一下我这个手啊，手势尽量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观众已经提建议了啊，因为他是说他在大屏幕上去观看我的节目，由于背景是黑的，然后呢手呢一拿起来又是一个很亮的物体是吧？然后在这个屏幕下方来回晃荡的，他觉得实在是很难过，所以这个建议呢，我是觉得有道理的。刨除我现在没有，就是如果说我没有手放好啊，如果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去进行所谓的整改呢，那也就算了啊，不好意思，咱们有条件的时候再说，大家忍耐一下啊，感谢各位的谅解。但是呢，我觉得我立刻能做的啊，哪怕现在硬件条件不允许，我立刻能做的就是管住自己的手，别乱动啊，这个还是能够立竿见影的产生效果的哈。那我们就先管好我的不是，我就先管好我的手啊。其实呢，正好是借由这位观众的这个提议啊，我最近1个礼拜是想把我录影的这个地方再重新的安排和打造一下。一方面呢是觉得9月份太紧张了，借由这个 Apple 的新品发布会，赶这波热度啊。说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热度就这么过了。就感觉我还是在 Apple 工作的感觉，一到发布会就非常的忙，所以你可以看到9月份我发布视频的数量、频次，还有各种形式，比如说首次的直播啊、首次的会员的开通啊，其实都发生在9月份。这9月份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1个月。那么毕竟呢，会让把我的生活再次搅乱一次啊，就是现在已经。就9月份我的状态已经背离了当时开频道的初衷啊，就是我的主营业务还是这个管好家里是吧？然后副业是做这个频道，现在这个副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哈，然后就觉得。一方面想把这个频道继续的做得越来越好，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断的在给自己踩刹车，就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啊，因为这个自媒体嘛，我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也在乎一个平衡吧，你走着看着啊，曾几何时也幻想着，如果这个频道它的这个对我来讲，它的盈利已经能够达到跟我出去工作一样的话呢，那我也可以把它上升到工作的这个。层级啊，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将来再说啊。毕竟现在还有2个孩子要管，还有一家这个4口的1日3餐要照顾，是吧？这个是一个还有我们家的草地，还有我们家这个后院的狗屎。让我缓一下啊，然后好的。所以10月份呢，我也希望能够放松一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画面啊。我不是故意把后面弄得黑，我之前也解释过，实在是后面太乱了。我初步的打算可能会把后面放一面墙啊，视角转一转，然后在墙上挂一些东西，看吧，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来讲，我还是蛮喜欢这种。在不断的改动跟变化当中去迭代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操作系统不断的有版本更新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也是这个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啊，这个是跟大家通报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隐私的这一档话题啊，也就是我们瓜子泡茶第6季的内容。其实重头已经在定位啊，还有这个跟踪啊，这3讲啊，包括开头那4讲里面跟大家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是根本之根本。那再往后去介绍的那些设置的内容，其实就是牵扯到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一下哪些东西属于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方方面面的属于自己的隐私，它的开关在哪里，它的设置有什么不一样跟好玩的地方，以及我们能怎么样的去更好的管理和一些管理措施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你一定要先理解什么是隐私的基础之上，再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给大家录了一期加餐，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已经看过定位、看过跟踪的上下集以后，你应该会对隐私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最起码能够对它有一个在内心很好的定义。你不再会认为是有人偷看我洗澡，偷看我的聊天记录，那个才叫隐私。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隐私，其实就是你认为不是隐私的东西。真正如果把你的裸体照片放到网上，其实还不一定比你的浏览记录有价值。注意，我说的是不一定啊，看是谁啊，开个玩笑。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我们聊隐私的话题当中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隐私无小事啊，并不是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认为的那些才是隐私。你一天点亮了几次手机屏幕，你一天给手机充电了几次，充到多少，你每天用这个手机打开了哪几款 App， 每一款 App 一天打开几次，都在什么时间打开，打开的频率如何，每次打开多久，等等等等，这些才是真真正正对于商业公司来讲值钱的隐私啊！你的裸照，他们不一定觉得值钱啊。我们一定要先认识这一点，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你别说你是大明星啊，那是另一回事啊。这个有了前提的认知之后，我们才能够在接下来去谈论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以及这些隐私都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所以接下来还有大概至少还有20次吧，我简单划分了，基本上20讲啊。你如果今天能站在这个层面上去认知呢，接下来的20讲我们就聊起来会比较容易了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说，既然是加餐嘛，还是基于我们前2讲的关于跟踪的话题，这个就想多聊2句。因为如果是简体中文的用户，又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不同国家的环境给用户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有必要还是去聊一聊的。我们说跟踪，其实 iPhone 上的这种防止跟踪的开关，它能够做到的是，你的手机不再会去在跨 App 的去暴露你的个人数据，这种访问记录啊，你的这个活动经历等等等等，你的手机是不太会再去把它主动的流传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的是 iPhone 啊，我们把这个路就给堵住了。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但是如果就像我一直说，隐私的保护其实更多的是要依赖于你所处的大环境。如果你大环境不好，你作为一个个体，你再怎么强调隐私，其实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可怜可悲，就是那种有种悲壮感吧，就是让我总有那种感觉哈。所以如果你的大环境不好，你就算在用着隐私保护最好的手机啊，把它的这个所有的隐私保护开关全都打开，做到严防死守，你也很难真正的做到。比如说我们还是举例子啊，你很难真正的做到在 A 公司买的方便面不被 B 公司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环境不好了。这个大环境不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大胆的进行一些假设啊，这是假设，注意这是假设，不是我真正的有什么消息啊，我这方面的消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通过我了解的科技知识来给大家做一些推演啊。如果不巧说中了，那也就是纯属巧合。比如说大环境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 ？A 公司和 B 公司本来是2个业务上是竞争关系的2个公司啊，普通来讲我们会觉得同行是冤家嘛。这2家公司呢，应该是争抢着为他们自己的用户服务，去拉顾客才对，是吧？但是如果隐私的大环境不好，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是，
A、B 这两家购物公司，他们在后台把各自的用户数据进行了整合和共享。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在手机端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你的访问记录、你的搜索记录、你的购物历史清单这些东西被后台共享的。而这个后台不是你的手机的后台，而是这些给你提供服务的公司的后台，他们把你给共享了。所以就算你把这个开关关掉，可能你在某些 App 上你还是会看到，哎，我在 A 购物平台购买的方便面，为什么刚一打开 B 购物平台，这个方便面的广告又出来了？我没有让它这个跟踪功能我是关掉的呀，那它怎么又出来了呢？那这个时候我就有理由怀疑，这个 A、B 两家公司可能背后是一个大股东，或者是不是一个，但是他们出于更高的这个利益考量，背后把你的数据给整合了。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呢，非常的同情啊，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对隐私非常不友好的环境当中的用户。那作为每一个用户个体，如果你想更加的保护自己的隐私，那只能没别的办法，各位只能提高成本了。如果您现在看我的节目，您现在还是身在中国大陆，你就知道我说的提高成本是什么意思了。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观众在我们的 Discord 群里面在跟我聊这个Apple ID 被锁定的问题嘛，是吧？那他为什么被锁呀？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大陆的用户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海外的 ID 呢？而且把这个海外的 ID 会不得已的会借给亲戚好友去下载某一款或者某几款软件，这是为什么呢？我相信能看到我的节目的各位，你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对这种成本的提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那如果我们聊到保护隐私，怎么样去预防两家公司背后把你的数据共享这种情况呢？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讲，没办法，你只能再提高一步成本。那你就要去想一想，这两家公司它这两家公司的数据合并了之后，它是怎么知道你就是你的呢？因为我突然说到这儿就明白了，因为实名认证呀。我不是装啊，我真的是聊到这儿才想到，对啊，因为中国大陆上网是实名认证啊，你实名认证，你手机号码只要让任何一家公司知道了，他只要把你的手机号码去透露给另一家公司，你什么去，哪怕你起一个不同的用户名，或者是你用完全不一样的什么邮箱，这个好像都没啥用吧？除非你不把电话号码告诉他。请问屏幕前的各位，你们有哪一位在注册国内最流行的这些，我们就拿这个购物的场景举例啊，这些购物平台、购物软件的时候，你是没拿自己的电子邮箱或者说没有拿自己的真实的手机号码去注册的，有哪位？我相信这位真了不起，你可以这个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啊，在国内的用户啊。我是不行，我都是国内的手机号码，当年都是这样去注册的。所以其实这样想一想，除了法律法规上的硬性要求以外，好像对于普通用户来讲，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是相当的无力的吧。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假如说你没有透露自己的手机号或者身份证号，甚至是之前闹过一阵的网证网号，就是属于这种你自己的身份唯一识别码，如果你没有透露出去的话，或者这款软件或者这个平台它不会强制的让你去绑定你的唯一个人身份识别的这些信息的话，什么叫唯一个人身份识别啊？就是你的手机号、你的身份证号、你的银行卡号、你的支付宝微信号，对吧？这种是你的唯一身份识别，这种只要一告诉他，那他就是等于实名了嘛。现在国内有这样的软件吗？我姑且说有吧，要不然这个话题咱没法聊下去了。如果有这样的软件的话，那么你
还能做些什么去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公司跟公司之间背着你去互通这些你的隐私呢？那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之前聊到过的，通过 Apple 登录。当然，我之前在讲通过 Apple 登录的时候，后来也补充到了，在中国大陆由于实名认证，那么通过 Apple 登录也是一个幌子，因为你通过 Apple 登录了之后，这个软件本身还会再多问你要一部手机号码，你不给他手机号码，他还是不让你用这个软件。所以大家要搞清楚的是，这个跟 Apple 就没关系了。你想想看 ，Apple 还能怎样呢？那这跟 Apple 就没关系了。我已经让你通过 Apple 登录，给你免费的生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没有人能认测出来的一个电子邮箱，让你去注册了。但是这个软件它还是不让你去，这个软件它在私下里面还是管你要你的手机号码，这个对于 Apple 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一下，为什么我说，环境对于隐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举个例子吧，就是之前我玩这个，我给大家创建这个 Discord 群的时候，其实我是新创建了一个账户，因为我那个一直绑定 YouTube 绑定不成功嘛，我怕是我老账户的问题，反正我的老账户上也没什么嘛，我就想算了，那个老账户就不用了，我就把它删掉了，然后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账户。在创建新账户的时候，我就严格的走了一遍这种隐私保护的流程。它首先是允许我用邮箱或电话号码去注册的，但是我没有用电话号码，我选择用邮箱注册。而我呢又不用我的真实邮箱，那正好我是 iCloud 加的会员，那我就可以拥有隐藏邮件地址这个功能。所以我随机的打开我的设置，进入到我的 iCloud 里面，然后选择隐藏邮件地址，选择创建一个新的隐藏邮件地址，然后在标题里面写上 Discord。那这个时候我就拥有了一个专为 Discord 准备的一个新的邮箱地址，而这个邮箱地址呢，它是可以转发到我的真实邮箱的，而它的地址又不是我的真实邮箱，我还可以随时把它卡掉。好，那当我拿到这个邮箱之后，我把这个隐藏邮箱地址的邮箱填到注册新用户的邮箱栏的时候，接下来该什么了？该设定一个密码了。这个时候 iOS 18的密码 App 又发生作用，帮我自动生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这种几乎可以说无法被破解的密码。然后与此同时，我们的密码 App 会自动的把我刚才创建的那个隐藏邮件地址的独一无二的那个虚拟的邮箱地址以及和它对应的密码记录在 Discord 的登录信息上。那也就是说Discord 的邮箱和密码，我自己的脑子是完全不知道也记不住的。但是只要我在我的 Apple 设备上登录 Discord， 那我的密码 App 就会自动的识别，主人现在要登录 Discord 了。那我要自动的把 Discord 的假邮箱和真密码填进去，帮我的主人登录。那这个整个过程它丝毫不影响我使用 Discord， 因为 iCloud 的这个隐藏邮箱地址的这个邮箱，它是具有自动的转发功能的。因为 Discord 是有邮箱认证的嘛，你必须收到 Discord 给你发的邮件之后，在你的邮件里面去点一下认证邮箱，这样就是避免你随便填一个假邮箱嘛。但其实我这个不是假邮箱，我真的能收到他的邮件，只不过是后台 Apple 的服务器帮我转发的，所以我也可以毫无障碍的去认证我的 Discord 账号，所以我的 Discord 账号就建立完成了，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到我是谁，就是这个隐私的保护，我觉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但是你没有发现一个前提，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用了 Apple 的产品，如果我同样还是用 iPhone， 还是 iCloud 加的会员，但是 Discord 它不给我这个用邮箱登录，甚至是说我允许你用邮箱注册账号，但是注册完了你要想用，你还是得给我填你的手机号码，然后收验证码，再把手机短信验证码填进去。那我之前的这些东西，其实出于如果对于隐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讲，就全是白玩，就没有任何的作用。而这个就是国内大部分各种软件的现状。而其实我觉得更加让我担忧吧，或者是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我在中国大陆 Apple Store 工作13年的经历里面，我太清楚了，绝大部分的普通用户都希望
你只要在登录 App 的时候让我填个手机号就行了，别问我密码，别问我邮箱，因为我记不住。因为我在 Apple Store 工作，我遇到的大部分的案例都是顾客来更换一台新的手机，来买手机，因为那是个商店嘛，那卖东西的地方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用户他用手机，一台手机用了2年、4年甚至8年，他用微信都不需要重新登录，都不需要重新登录密码的，他的微信的账户名密码怎么弄，他早就忘光光了。你不要说是上年纪的，就年轻人记忆最好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你8年不用你还能记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换了个新手机之后，微信让他重新登录用户名密码，10个有9.9个全是傻眼的。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10几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我10几年在我亲自接待的换了一个新手机，突然问你微信的账户名跟密码是什么，能够准确的写下自己微信的账户名跟密码，直接一次性登录的人，我5个手指都数得过来。13年呢，各位，5个手指都数得过来呀！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期视频，我为什么有这个愿望要做这一系列节目，以及我为什么在很多的科技爱好者IT 的从业者的这种所谓的发烧友看来，我说话啰嗦了吧？因为我见过的，我说句这个自嘲的话吧，由于我的工作经历，我真的是见过太多你们没见过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是有意义的。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国内平台发？那这个更有意义，这我就不展开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但是肯定我不在国内平台发。敬而远之还是那句话。所以聊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就是也不敢这么说吧，我觉得我是希望信息透明大家不要有那么多的信息差。我不敢说我真的能够很合格的承担做科普的这个任务但是最起码我作为一个聊天节目，我作为一个分享节目，大家觉得聊天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人类刚刚诞生之初，这个聊天跟八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存在在人类的社群之间。但凡有社群性的生物，就一定会有聊天和八卦出现。其实聊天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跟摄取知识的环节那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管你聊什么，其实对于人类这种社群的动物来讲都是很重要。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各位。当然我这个很浅薄我并不是什么特种行业但是呢，我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看一些其他人的这个自媒体的时候，我也因此而受益了比如说我看到过这个专门跑远洋货轮的，是吧？专门做这个芯片研发的这些人，他出来跟大家去讲他这个行业里面和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故事。包括我听袁腾飞袁老师，那其实他近期的视频呢，我就觉得没有早年大概3-4年前吧他发的那个视频好看。我不知道有没有追袁老师的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定期会在他们家的一面白墙前面，他媳妇儿给他拍的这个大概20-30分钟聊天的这个视频。因为他会讲到很多他当年在做历史老师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好玩和有趣的事情。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比他讲历史不能说更吸引我，最起码是同等吸引我的一个东西但我也非常理解，因为他还在国内嘛，就是后来就不做这样的节目了，甚至最近他都用一些变声的方法来去给大家做节目。哎呀，我也真的是觉得好吧，各位，这个加餐跟大家聊这么多你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实际的内容，但凡能把这期加餐看到这会儿的我觉得您都有加入会员的潜质好嘞，那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